大家好，我是大象，欢迎收看今天的万象奇谈。时年24岁的马来西亚留学生钟晓玲，怎么都不会想到，走在自己已经往返3年的放学路上，会命丧他乡。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2020年震惊整个东南亚的马来西亚留台女生遇害案。钟晓玲就读于位于台湾台南的长荣大学，是国际财务与商务管理学士课程3年级留学生。2020年10月28日晚上8点47分，她从学校步行要走回出租屋的时候失联了。由于近年来长荣大学附近曾发生女大学生遭捂口鼻被裸走事件，钟晓玲失联之后，她的同学找不到人，不断拨打电话都转入语音信箱，他们感到十分焦急，只能上网发帖寻人，希望能够动员校内学生的力量，尽快将人找到。通报学校后，当夜11点多报警。隔天下午，钟晓玲遗体在台湾高雄阿莲山区被发现，脖子仍套着麻绳，全身仅穿内裤，已遭人勒死弃尸。此事引起了马来西亚、台湾两地民众震怒。2020年10月28日深夜，接到报案之后，台湾台南贵人分局调阅监视器追查，发现钟晓玲当晚8点47分许行经台铁沿高架桥下往北行走后就失去了踪影。根据警方公布的一段14秒画面显示，10月28日晚上8点47分，钟晓玲走出校门以后，走在长大路上，短 T 短裤走过斑马线时正看着手机，周遭无人经过。随后警方来到了长荣大学附近偏僻道路钟晓玲失踪的地方，发现了一只女鞋掉落，研判恐遭非自愿性带离现场。经相关监视影像及查访，警方发现了一部红色汽车有重大嫌疑，寻机查出28岁高雄市男子梁玉志。10月29日，警方申请拘票，将梁玉志逮捕。警方在梁玉志的车上发现了血迹，并起获了装满内衣的袋子，随即将人带回侦讯处审讯。梁玉志一开始的时候矢口否认，表示并不知情，后来辩称女大学生被吓跑了。经警方不断的突破追问，10月29日晚间9时许，梁玉志坦诚勒死了钟晓玲。警方随即在高雄阿莲山一处山坡处发现了遗体。在警方公布的14秒画面当中，晚上8点47分，钟晓玲独自一个人走出了校门口，走过斑马线后，她要转往600米外的台铁变道网的住处。这段路上已到了晚上，人烟稀少，灯光灰暗。钟晓玲遇害后，警方调阅了监视器显示，晚上10点08分看到了梁玉志开车离去。这81分钟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也是小玲的母亲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以后一直追问的事情。在小玲母亲接触警方的初期，警方和校方一度试图回避。关于细节的部分，我们稍后详解。警方事后召开记者会说明，钟晓玲被发现时衣冠不整，全身仅剩内裤，脖子上依然套着绳索。梁玉志后来坦诚有性侵意图，但仅有猥亵动作，并未真的下手。据台湾媒体报道，2020年9月也发生在长荣大学另外一名女大学生差点被掳走的事件。9月30日，长荣大学另外一名陈姓女生曾经向警方报案称，在学校旁边的轻轨铁路桥下道路遭一名略胖有烟味的男子自后方捂住她的口鼻，被拖进了一辆深色的轿车。当时陈同学发出了尖叫声，对方才急忙跑回车上。女大学生那个时候就已经提醒其他人，回家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附近的怪人，注意结伴同行。陈同学在小玲遇害事件发生以后向媒体表示，当地警方在他报案以后有调阅监视画面，发现了梁玉志的轿车在案发地出现过。虽然怀疑他涉案，但因陈同学无法明确指认，未能成案。不过承办该案的台南贵人分局员警仍留下了相关的记录，并将该部车子的信息建立档案。10月28日接到报案之后，警方对比监视画面，确认嫌犯梁玉志驾驶同一台红色汽车，于是前往他的住处埋伏，并将其逮捕。警方指出，梁玉志有抽烟的习惯，身形于作案手法类似于9月底同校女生遭掳未遂过程。警方依女生指认，比对相关的事证询问，梁玉志承认曾犯案1次未遂，曾在附近要抓人，但没有成功。不过记不得详细的时间，因为当时他用手拉人不走，这次才想改用麻绳，结果不小心把人勒死了。梁玉志说，案发时他见到落单的钟晓玲经过便道，电池绳子从后方紧紧套住他的脖颈，将其强行拖回红
色休闲旅行车内。当时掳回钟小玲以后，但途中却意外发现她浑身瘫软，毫无反应。一探鼻息，才发现已经没有了呼吸和心跳。梁玉志供称，钟小玲被掳之后，他以为她是被麻绳勒昏了，因此也未再多做捆绑，并于一旁暗处褪去其身上的衣物，伸手进行猥亵动作。当时钟小玲还有心跳。梁玉志发现自己意外杀人之后，惊慌失措下把尸体塞入了后备车厢，随后在台南、高雄两地绕行19小时，开车长达200公里以后，于12月29日下午3时到阿莲区大港山一处山沟弃尸。梁玉志弃尸以后仍不敢回家，又在外面闲逛了数小时，直到晚上10点才回家，当场被埋伏的警方逮捕。检察官周伟志及法医复验结果发现，钟小玲颈部遭绳索紧勒，口鼻并遭压迫出血，属机械窒息致死。台湾司法公开的资料显示，除了上月底铁道桥下掳人失败之外，梁玉志曾在7、8年前曾多次偷取女装内裤，侵入他人住宅而遭到逮捕。梁玉志的一系列举动已经让不少人对他感到愤怒。媒体引述中正大学犯罪防治所教授郑瑞龙说，梁玉志已经从恋物癖演化成为性侵犯。在2012年8月至2013年间，梁玉志前科累累，连续犯下了6起专偷女性内衣裤的盗窃案，为盗取女性衣物，不惜破坏民宅门窗，也曾路过民宅晒一场临时起意偷窃，或是偷走废弃杂物堆的女性内裤。对于女性贴身衣物完全无招架之力。梁玉志的犯罪形态已经从恋物癖演变成为性侵犯，在持续犯案的情况下，强化了性犯罪欲望，而演变成为侵犯他人的生命、身体安全的犯罪。钟小玲来自马来西亚沙拉越州，在家排行老大，还有2个弟弟，一个22岁，一个17岁。父亲钟伟国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董事，也是沙拉越市屋的客家工会前主席，在当地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钟小玲于2014年到2017年就读于市屋碧理学院商管系，该校是台南长荣大学的姐妹校。完成了3年专科文凭后，于2018年到台湾长荣大学就读国际财务与商务管理学士学位，预计2020年毕业。2019年8月，趁着暑假，钟小玲曾返回市屋的母校，分享她进入长荣大学的升学经验及课程。案发后，钟小玲的同学悲伤的留言：她之前跟我说，选择台湾是因为台湾安全，没想到被她视为最安全的地方，却是她的遇害之处。我要你们全部给我一个交代！我女儿一直跟我讲台湾很安全。10月30日，钟小玲母亲接受台湾中央社采访时说，希望可以见到杀害女儿的凶嫌，因为我想知道凶嫌到底对我的女儿做了哪些事情，他有没有把我的女儿虐待致死。就算知道了答案，我不能怎么样，但我还是想知道。他希望凶嫌被判绞刑，那么就可以让他知道被勒死的感觉是多么难受，一命偿一命。钟母说，心里虽然知道凶嫌也是别人家父母的孩子，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也有自己的爸爸妈妈，但他永远没有办法原谅对方。钟父则表示拒绝与嫌犯见面。小玲母亲10月30日中午已向市屋警方报案，马来西亚政府明确表示将督促这起命案的调查进展，为亡者讨回公道。不少大马与台湾两地民众纷纷留言说，一命抵一命，梁玉芝一定要被判死刑。但有台湾的网民说，台湾法官不会轻易判杀人犯死刑，理由是还可教化。很多网民都支持台湾不能废除死刑，一定要对凶手处以死刑，好给社会给马来西亚人民一个交代。据台湾历年来民意调查，民众对台湾废止死刑意见始终约有80%的受访者表示反对，但若有相关配套措施，如提高有期徒刑上限、无期徒刑假释门槛等，反对意见则会降至40%。但2018年5月到6月期间，台湾连续发生了14起命案，其中包括3起分尸案，事件再一次令废死令搁浅。
2020年12月25日，桥头地检署侦查侦结，嫌犯被依法强制性交未遂、强制性交故意杀害被害人、强盗罪而故意杀人、遗弃尸体罪嫌提起公诉。桥头地检署侦查后认为被告已经无教化可能，检方提检求处死刑。一审法院后，桥头地方法院法官召开羁押庭，谕令梁玉志续押。2020年3月18日，台湾桥头地方法院一审判处梁玉志死刑。此案虽已审结，但不禁让大象想起了我们频道曾经做过的一起案件——韩国金泰贤骚扰灭门惨案。但本案更为悲惨，金泰贤灭门惨案尚有特定对象，但本案的杀人犯梁玉志则是对无差别对象的伤害、强奸受害人，带来的社会危害更为恶劣。纵观亚洲各国，例如本案相关的马来西亚，至今仍旧没有一个完整的骚扰法或配套措施。日本在2000年因为捅穿跟踪杀人事件才制定了跟踪规制法，但是在这20年间，日本的跟踪骚扰甚至杀人事件不但没有因此而灭迹，反而因为网络犯罪的兴起，凸显出法案的过时。例如2012年的豆子事件，2019年女性加害者的高岗尤佳事件，民众看到的只有越来越惊悚的跟踪骚扰新闻，让警方应接不暇。韩国的跟踪犯罪处罚法自2021年10月21日起正式实施，但是最高只判处3年以下徒刑、3000万韩元约合70万台币的过轻罚则也不断被韩国民众检讨。专家指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要处理跟踪狂的执念相当棘手。跟踪狂类似于某种瘾头，但是又没有药物可以依靠。跟踪狂仿佛打心底就能滋生出让自己成瘾的激素。就算依法获报了跟踪嫌犯，相关的心理辅导和治疗还是要透过长时间的观察与引导，才有可能将之慢慢导正。跟骚法无法遏制案件的发生，但跟骚法的制定是重视跟踪狂问题的开端，绝对不会是结束。OK，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节目，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点赞3连鼓励一下大象，那就更棒了。我是大象，我们下期再见。